大家好，这里是01的游戏频道。今天这是第5期《千禧梦》游戏的游玩。我这里是来到了中学。其实紧接着上一期呢，有一段没拍出来。我在上一期结束录制之后，然后驾驶一个小船一样的东西，然后来到了这个中学。这个中学在最高楼层，这里有一个这个绿色的安全通道，这里有一个门，应该可以进入到高中。我不知道啊，没进去过。但是这里也有很多东西我都没有看，所以打算转一转。这是个什么？哎，这是个骨骼化石吗？还是什么艺术品呢？这种桌子我是见过的。这种桌子我记得我们有一段时间教室在装修，然后我们在这里上课，用过很长一段时间这种桌子。这上面应该是一个橡胶，写字挺软的，得替一本书，要不然写字就陷进去了。哦，这是生物实验室啊，细胞器之间的分工与合作。显微镜，哎，这个显微镜，我小时候玩这个显微镜被老师揍过。走快一点，下楼看一看。就这种四面八方都有教室的这种结构，在以前的中学里都是这样，现在的中学应该也是这样，围绕着一圈，然后中间是空的，中间有一个场地。哦，天黑了。这是个考场，仔细审题，认真检查。这应该是一个考场。这是个什么地方？哎，好像每个地方的课堂都会有这种写课程表，在右边写一数列，然后再写上那个班会啊，或者什么什么东西，或者今天要做什么事情。大扫除也会写。对，我们以前分班制就是有这种把桌子拼到一起，然后有一个学习小组。不过说来也是挺别扭的，我们当时高中的时候刚刚推行分班制，然后就这么乱七八糟的，我们就当做实验品，我们就被当做实验品，然后就这么试行了这么一段时间之后，好像又不符合这个大家的需求，然后又关掉了，然后又回到那种平行制度，就是平行分班了。这是啥？这是火箭。晚上走在学校的这个屋子里，感觉阴森森的。我还从来没有晚上在教学楼里这么走过。哦，有，我记得，也就是上晚自习的时候，角落里那里一般没有灯光，我喜欢在那里做俯卧撑，我一般都在那里，还是有这种记忆的。不过那都是多少年前了。
这么算下来，我算一下，高中大概是10年前了吧。10多年前了，真是久远了。计算器，天亮了，灯也关了。朝阳，好漂亮啊！哎，这个光影变化真的是，这个应该是太阳角度变化，然后导致这个光影，它一直在往那边走，但是变化的太快了吧？这是个什么东西啊？这玩意儿我不认识啊。这是个什么投影仪吗？卡西欧计算器啊，古老的回忆啊。我那里还有一个。对，这游戏还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，就是这里面这下面不是地面，是个水，是个池塘，就非常的诡异啊。有一些教室是废弃的、空置的，进不去。不管了，我们直接走到下一个世界吧。这里好像也没有什么东西了，再下也下不去了。能跳下去吗？跳不下。这已经是过界了。啊，被水淹了底下。OK， 上楼。这就是最高楼层了。哎，不是啊，这不是最高楼层，上面还有一层。我需要从中间上这个楼层。中间的楼梯在哪里啊？找一找吧。啊，早读的声音。对，路过教室就是有这种早读的声音，真的。早晨其实根本就不清醒，然后呢，老师让我们早起早读。我也不知道大家都能学进去吗？反正我是学不进去的。那么早起来，然后乌泱泱的，大家都在那里背、那里读，其实根本也不知道自己在干嘛，就是混时间而已。倒不如让我们多睡一点觉。可是我如果这么说，谁又会听呢？只有我们学生自己知道，只有经历过的人自己才知道那一段时间其实没有啥用。我是这么认为的，可能有些人觉得有用吧。这是一个草地吗？从这儿能进去？哇，果然是梦境的世界啊，多奇怪的世界都有。这是啥？一封情书。那个年代总是混杂着对不起、小心翼翼、不知真假的玩笑，属于那个年代的那个年纪的笨拙与真诚。这个情书我就不看了吧，说实话挺长的，不感兴趣。这里没啥，走吧。哎，这边没有什么东西吗？我走一走，我看一看那边有没有什么教室之类的。
感觉最后一层的教室都有一些奇特特殊。哎，微机室，我喜欢这个东西。小时候可喜欢微机室了，因为来微机室可以和同学们局域网打那个 CS。虽然都是大头电脑，但是承载着我很多记忆。当时用的是 XP 系统，我最早用的系统就是 XP， 不是 Windows 98，也不是 Windows， 再往前是什么呀？总之，用这种大头电脑，当时上小学，老师教我们学习 PPT， 制作 PPT， 学习 Word， 学习 Excel。可是感觉现在的大学生，就现在2026年的大学生，好像大家用 Office 都比较少了，大家好像更多的喜欢用那种 WPS， 而且，据说好多人好像是大学期间前2年、前3年都不买电脑，处理事情都是在手机和平板上处理，然后到大4你需要写毕业论文或者干嘛的，实在不行要用电脑，然后才会找人推荐买一个电脑。感觉还是时代问题吧，就是每个时代人们接触的东西可能都不一样吧。不过我觉得电脑还是早一些接触比较好，毕竟这些东西都是生产力的代表，肯定是要用的，将来找工作也需要用的吧，或者你自己做一点什么东西，手机还是没有办法那么好的取代电脑。算力还有这个交互，这明显是一个问题啊。在这么大的显示器上，然后有键盘有鼠标，你可以非常快的操作电脑啊、键盘呀，操作一些工程软件、一些大型软件，我觉得这个挺重要的。比起用手机、用平板，我觉得效率要高多了。再一个，芯片的架构也不一样啊，算力也不一样。哟，还有一个与电脑见面，认识电脑。有这个课件吗？哎，我看一下，可以点击。哇靠！我又来到了一个世界啊！我还回得去吗？我想去下一个世界了，怎么跑到电脑世界里了？哦，这是一个3D 世界啊，这是一个游戏世界。充满鲜花的世界啊！有一种我在玩那个异星，不是异星探险家，我在玩那个木筏求生的即视感，这画风很像啊。点击应该就回去了吧？我先转一转，有点 QQ 农场的感觉。旺，我可能会狗语吧。蝴蝶，发光的蝴蝶。天要黑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流星吗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我好像过不去啊，过不去。这里有空气墙，这里是贴图。OK， 我顺着这条路走一走，看有什么东西。这个小房子9级可扩建，这个小房子能进吗？进不去。这个小房子呢？这是狗屋。哎，这里有鱼。那我竟然掉不下去。这
条路的尽头是什么呀？我找一找。到空气墙了，这里没有啥东西。这个世界还是感觉挺温馨的呀。哇，这个星空啊，好多星星啊！我好久没有见到这样的星空了。这样的星空只有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有，没有那么多光污染。小时候晚上就可以看到这样的星星。我一直往这边走，能走到什么地方呢？它能通向哪里？也是空气墙。OK， 看来这个世界也没有多大。那往这里走呢？也是空气墙。好吧，回去。这就是一个3D 小世界。回来了。哎，这两个微机室有什么区别呢？这里这个微机室，我看一下。小小鼠标点未来，大大键盘敲世界。哎，这些标语都是谁想的呀？感觉都是一些正确的废话。音频编辑轻松做啊，这是更高阶的一个音频编辑啊。音频编辑用什么软件啊？这个电脑可以按哦，这个我之前看过。我看一下这是什么软件。单击插入艺术字按钮时，会打开艺术字库，选择合适的字型。这是 PPT 吧？不过好老啊，看起来像 SP 系统。不对，应该是 Windows 98。千禧年2000几年应该是 Windows 98吧。XP 应该是一个比较早的系统，不是，应该是一个比较先进的系统，在00几年的时候，可能微机室还没有用上。微机室，我为什么对微机室感情这么大呢？就是我在大学的时候，我是管理我们的实验室的。管理我们的计算机实验室，所以我是管理我们计算机学院的计算机实验室，一整个楼层好多个电脑，所以我对计算机教室感情是比较大的。这他妈是个快播啊！这是个快播按钮啊！好形象，它没有直接用快播的这个按钮，它用的是一个比较像的这么个按钮。对，总有那么几台电脑，它的屏幕显示不一样。有几个学生他会玩一些游戏之类的，大家明明都在看课件，然后就他在玩游戏，到最后离开教室的时候还停留在这个游戏界面。这是玩红警吧？应该是红警。还有好多彩蛋呢，这是什么？这游戏我没有见过。好了，离开这个教室吧。这里显示安全出口，往那里走是吧？那就是这里了。这边也是安全出口，也是往这边走。看来这就是最终要走过的一个地方，进入下一个世界。耶，哎，这个不是按键进入啊，这个是直接穿过去啊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空间扭曲了呀，这是哪儿啊？怎么这边这么光滑，这边这么黑暗呢？哦，那里有一个红色的按钮，应该是一个后视入口。
红色的通道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这个红色的通道应该就是你去一个比较恐怖的地方，这个绿色的通道就是你去到下一个世界，去一个比较和谐的地方，被许诺的未来。哇，这个地方好漂亮啊！哇，这个电脑好先进啊！哦，我知道了，一边未来一边过去，是这个意思吧？这边是未来，这边是过去。对，这个建筑也是这样。这个电脑一看就是很有未来感啊。应该没有尽头了。是的，没有尽头了。我先去一下未来。不，我先去一下过去吧，高三。果然走到了这里。这个就是那个极其恐怖压抑的高三百日誓师。什么叫百日誓师呢？就是，这个东西我用解释嘛。百日誓师就是临近高考100天，然后我们会来宣誓百日誓师大会，好像要打仗似的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搞得这么的热血沸腾。高考嘛，考个试而已嘛。我曾经也做过这样的事情，没办法，学校要求我们来百日誓师啊。对高中我的印象是非常非常不好的，所以以至于我这么多年，我都慢慢的把高中的很多记忆淡忘了。有没有压迫感？这压迫感好大。不是压迫感，是压抑感。今日浪费1分钟，来日后悔一辈子。10年寒窗磨一剑，100日策马闯雄关。其实这个话我真的是特别讨厌的。今天浪费1分钟怎么了？今天浪费1分钟并不会伤害到你的人生，并不会让你这一辈子就因为这1分钟，或者说因为这一张试卷就怎么样。然而你要是因为今天浪费的1分钟而后悔一辈子的话，那说明你的人生可能不太成功。我说的这个成功不是世俗意义的成功，我是说，如果你因为以前浪费的1分钟而一直久久不能释怀的话，那我觉得可能也是白活了。很多事情我们是要想明白的，对吧？人要有主观能动性吧，要对自己的人生还有自己的价值观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。这些让人窒息的话，我之前在视频里看过，在别人的视频里，什么所谓的只要学不死，就往死里学，加油，距高考仅剩多少天，我们也都有过，写在黑板上，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。大家千万不要听这句话，包括做任何事都是这样。我觉得首先自己的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。我知道这句话它的目的是让人非常努力的做个什么事情，这个精神是好的，但是这个精神一定要有一个度。我觉得不能把很多事情搞得太极端。你做任何事情做得太极端，好像都会遭受反噬的。这次没考好，过年别回家，别回老家了，丢不起那个人。如果你的亲人因为你考试怎么样而讨厌你，而觉得你丢人，哪怕是你的亲戚，哪怕是你的父母，我觉得你也许应该考虑一下，你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，你们之间到底以后应该有怎样的相处模式。太扯了，这种题都做错，你这辈子还有什么出息？
典型的 PUA， 真的是让我都有应激反应了。你的人生不会因为一道题而毁掉。你以为你的工作都辞了，你就考这点分？我以为你工作都辞了，你就考这点分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辞职考研还是考什么东西啊？这还有参与工作，然后又参与考试的，人家不用家长管，自己就知道学。其实啊，我小时候是那种别人家的孩子，我就是那种不用家长管自己就知道学的那种。但是我每次听到我的小伙伴被他们家长这么说，其实我心里也有点别扭的。每次我和小伙伴一起玩是吧，然后走到他们家，然后呢他们家长就会拿我说事儿，然后就会说我的小伙伴，说我的发小。其实久而久之，我的那些发小们也就不是那么愿意跟我一起玩了，这个我是深有感触的。他们会觉得就是和我一起玩是有压力的，我并没有做错什么，但是他们会觉得挺有压力的。而且拿自己家的小孩跟别人家小孩比是最不明智的，这个会伤害小孩子的自尊心还有自信心。应激了，我全都听过，相信大家也都听过这种话吧，听过不下多少遍了。提高1分干掉1000人，这种屁话。只要学不死啊，就往死里学。考不上大学，这辈子就完了。对，我也听过很多这种话。其实过去的人们总是愿意，也许现在的人也是这样，总是愿意拿自己现在的认知，拿自己对现在这个社会的发展，还有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观察，目前阶段性的认知来判断别人的事情，来判断未来的事情，然后做出一些非常超过我们本身承受能力的一些事情，然后做一些极端的事情，做一些极端的决定，一些极端的努力，极端的心态，然后让大人小孩都跟着心里会变得扭曲，变得痛苦，然后还自以为自己做的对，到最后怎么样呢？这世界永远都有考第一的人，然后呢，那些没有考第一的人呢？没有考第一的人身心都受到了摧残，他们怎么办呢？他们怎么过自己的一生呢？他们被伤害到的那些东西，那些心灵，那些时间，谁来给他们弥补？他们的家长吗？他们的老师吗？他们的学校吗？还是他们自己伤害自己，自己逼迫自己？还是他们要怨恨，要懊恼自己当时的所作所为呢？或者说他们会不会怨恨懊恼自己当时有一些懦弱呢？没有去抵抗那些外界的压力呢？但是想想也挺无力的，一个高中学生怎么去抵抗那些东西啊？自己的个人价值观都没有实现呢，你很多价值观都是身边人、大人、学校、老师灌输给你的，他们也没有教你怎么去看待这个世界，怎么去看待这个人生里的每一件事情，怎么样让自己既能努力又能快乐，又能有智慧的度过这一生，这些都是没有教的。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。其实我们也可以说，这是我们见过最差的老师。就不要，我的意思是啊，不要让那些人说你啊，不要让那些人来摧毁你的自信。如果这些人在摧毁你的自信，那么你宁愿跟他吵一架，保持自己的这个心气儿，也不要让他们把你否定的体无完肤。这是我的想法，并不是说要大逆不道，做一些什么坏孩子，做一些什么坏事。我的意思是自己最重要。整栋楼就你们班最吵。哎，这些话我每句话都听过好多遍，你们信吗？
可能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吧。感觉全国老师们，好像都一样。拉低了班级平均分，你对得起其他的同学吗？这里不指代所有老师啊，我自己也觉得，其实有一些老师还是很好的。比如说我之前上个视频我说过，我的一个高中的班主任，我的一个高2班主任，察觉到了我的心理状态当时不太好，然后他对我特别好，对我很有耐心。其实我现在想起来心里都暖暖的。我觉得幸好高中时期有他，否则我可能心理状态会更加的黑暗或者痛苦。哎，这是个什么地方啊？哦，这是上课，进去看一下。哎，进不去。这里面好像都是黑白的呀，感觉灰蒙蒙的，感觉好痛苦啊。哎，我突然想起来，这边有一个红色的灯，这里是不是可以去到下一个世界？会不会有一个门呢？高3年级正在学习，请保持安静。别急，我再讲2分钟。哦，原来这是拖延课堂是吧？别急，我再讲2分钟。我记得很少有老师不拖延课堂的，也有，但是大部分老师，我记得就是记忆犹深的，就是有一个老师，他基本上能给你拖到下一节课讲课之前，就你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。就他自己我不知道怎么想的，就是学生不用上厕所吗？学生不用休息一下换脑子吗？然后他觉得自己多讲一点就是赚了，学生就可以听更多学更多，就可以学习更好，成绩更好。典型的这种内卷思维。这样做有什么用呢？如果学习效率高的话，谁还在乎那几分钟的时间呢？拖延那么几分钟，让我们同学心情会有巨大的沮丧感。就是你明明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休息时间，然后让学生们突然觉得，哎，没有希望了，是吧？想下课休息，想上厕所，等着吧，下一节课，因为下一节课已经临近了，还有1分钟、2分钟就上下一节课了。然后那个老师刚走，这个老师又来了，哇靠，真他妈绝望！这就更窒息了。我靠，这个什么高考数学题是吧？我记得对理科，哎不对啊，理科应该是理科数学题，对，选择题还有大题都是这些。sin 阿尔法 sin 贝塔等于什么什么东西，好熟悉的题目啊都。这他妈是作者找的哪年的考试试卷吗？2000年的。哦，2000年，其实感觉这题目也差不多，这么多年也没怎么变过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个手握着个什么东西？这是个手握着个电池吗？我懂了，这个什么右手螺旋，左手螺旋，对吧？应该是物理吧？这是什么题啊？这是什么题？这是物理，这是物理。这是数学，这是物理，应该还有化学吧？
刚才我虽然是玩这个游戏想怀念一下过去，但是刚才我感觉好像很多负能量，好像很多抱怨，但是看到这些东西难免有一些应激反应，准考证难免有一些应激反应，我觉得倒也不是什么抱怨吧，我就是看不惯这些事情。如果能再选择一遍人生，再走一遍自己以前人生的那些历程，我也许不是，我一定不会那么过，可能我会变得更勇敢一点，让自己更少受伤害一点。这是个什么手螺旋？拿这个螺纹钢，这是个什么意思啊？离谱，离谱！我来到了哪儿？孟川是高级实验中学，高中。历史、思想政治、英语、物理、数学、语文、化学、地理、生物。哇，外面是什么东西啊？感觉有点恐怖啊！这是来接孩子的家长吧？哎，我怎么感觉这是个监狱似的？我靠，这个作者可能就是把这个弄得像监狱一样吧？这个监狱的即视感，灰色的高高的门，还有城墙，还有楼。不用紧张，和那个时空不同，在这里，如果你答错，可以重新作答。你准备好开始作答了吗？是的，我准备好了。第一题，根据左侧选择正确答案，仔细审题，答错要重新作答。第一题，哇靠，我他妈在线考试啊，还有这种啊！这作者真是想得太周到了，我玩个游戏还他妈要考数学。第一题，已知 a 是实数，1加 i 分之 a 减 i 是纯虚数，则 a 等于……我算一下，我先算一下这个纯虚数，然后纯虚数的话，哎，什么叫纯虚数？我有点忘记了。这个纯虚数是i 等于 i， 那么它1加 i 分之 a 减 i 等于 i， 然后呢两边相乘 ，a 减 i 等于，我要算一下。那么就是我就做这一个题啊，没关系，不要觉得无聊，我主要是想试试我能不能做对，这么久都没有做了。那边乘以1加 i 的话，就是 i 减1， 2i 等于 a 加1， a 等于 2i 减1。我靠，做错了，算了，不会做，忘记了，全他妈忘了。纯虚数是他妈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不行，我要问一下 AI， 时代不同了。纯虚数是什么意思啊？比如说一个不等式，不对，比如说一个式子是纯虚数，那么应该怎么做？这 AI 没有听到。纯虚数是什么意思？我在做一个数学选择题，他说1加 i 分之 a 减 i 是纯虚数，那么 a 等于多少？告诉我解题过程。
我先把这个问题弄懂，然后再做别的。哦，我懂了，我搞错了，有一个复数的这么个概念忘记了，那就是 z 它是个复数，等于 a 加 bi。它既然说一个东西是纯虚数的话，那么就是这个 a 等于等于0，a 等于0的话，那先把上面这个1加 i 分之 a 减 i 画一下，都分子分母乘以1加 i， 啊不是，都分子分母。都分子分母乘以一下它的分母的共轭复数，也就是乘以1减 i， 那么就变成1减 i 的平方分之 a 减 i 乘以1减 i 等于1减 i 的平方分之 a减 ai 减 i 加 i 的平方。由于 i 的平方等于负1，那么分母就是1减负1等于2分之 a 减去 a 加1个 i 减1，等于把这个实部和虚部弄出来，2分之 a 减1减去2分之 a 加1括号乘以 i， 那最后也就是2分之 a 减1等于0，但是这个负2分之 a 加1打上括号个 i 不等于0，那么 a 等于多少？那肯定是 a 等于1，这个2分之 a 减1才等于0。那么验证一下这个虚部这里这个 b 是不是等于0？把 a 等于1带进去，就是负1个 i， 负 i 不等于0，所以这个 a 等于1，所以这个题应该选择 a。OK， 选对了。我靠，不是吧？我做题的速度这么慢吗？都忘记了。这还是第一题呢，最简单的题，也算是让我重新回忆了一下以前的一些东西。其实我觉得现学还是很快的，就是以前的知识你学了，然后呢有点忘记了，你重新学起来，你可能会温故而知新，而且能学得挺快的。我怎么样才能退出啊？再等等吧。OK， 这是数学是吧？数学在中间啊 ，C 位。那做一下物理题吧。其实我挺喜欢物理的。广东物理卷。第一题，伽利略著名的斜面实验，让小球分别沿倾角不同、阻力很小的斜面从静止开始滚下。倾角不同，阻力很小，
阻力很小，这个在理论情况下应该是阻力没有吧？他通过实验观察和逻辑推理得到的正确结论有：倾角一定时。是的，我准备好了。倾角一定时，小球在斜面上的位移与时间成正比。位移在斜面上的位移与时间成正比，不成正比的。倾角一定时，小球在斜面上的速度与时间成正比。对，应该是选 B， 应该是吧？我也不确定。OK， 选对了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那第二题，铝箔被阿尔法粒子就是氦核，是吧？就被阿尔法粒子轰击后，发生了以下核反应：铝加氦核，出来一个什么呀？这是个上方，这是相对原子质量，然后下方这里是质子的数量，对不对？相对原子质量，不对，下方应该是中子的质量。所以说它轰击得出有一个质子的东西啊，就是得出一个质子，是这样吗？不对，得出一个中子，是这样吗？中子啊，那应该选 B 啊。这还是个双选题啊。我试一下吧，看对不对。不对。不行，不会了，都忘记了，不做了。真是伤自尊呢，这么个题我都不会了，这才第二题呢。对，我看一下正确答案吧。我看一下，第一题是选择什么呀？第一题选择 B， 对吧？第一题选择 B， 然后呢，第二题看一下第二题选择什么？那肯定不能选 A 了，肯定不能选 A 了，那就是这个 B 是中子，应该是对的。我还没有看这个 D， 这个 D 应该也是对的。X 是0的同位素。X， 可是这个 X 在哪儿啊？它这个题出错了吧？它是不是没有加那个 X？ 它前面应该有一个 X， 它没有印，对吧？所以说，那既然是这个的同位素，那就说明它的质子应该是一样的。它的质子是哪里呢？它的质子在这个下方这个数字15个质子，那么13加2，它应该它应该就是15个质子，因为这个中子它不是质子，所以它是0的同位素。对，所以应该选 BD。我刚才的判断没有问题，我只是没有看之后的这些选项。OK， 选对了，他让我做第3题。好了，不做了，去你妈了！语文，语文有意思，我想做一下语文。语文，其实我对这个文字，就是这个文字的读音，还有这些词语的意思，我是比较注意的。直到现在，由于这个高考的这个训练，是吧？所以我到现在我都是有一些字我读不对，我会查现代汉语词典。现在最新版的应该是第7版。是的，我准备好了。下列第一题，下列词语中加点的字，每对读音都相同的一组是：中肯、重义，不对；创伤、重创、桂冠、弹冠相庆是医生，不对。那 C，
供稿、供应、涤纶、羽扇、观金，也不对，那就选 D 了，我很确定选 D。What the fuck？ 桂冠，哦，这个应该是读桂冠，那我很确定选 B。桂冠，弹冠相庆，选 B。对，第二题。哎，这个是读桂冠呢，我读成桂冠了。OK， 不做了。化学、地理有意思，可惜我学的是理科，这个地理高中高2、高3就不学了。M 点吹东南风，则该天气系统所处的位置和性质分别为 M 点吹，这是赤道啊，赤道它吹东南风，赤道应该是什么赤道低气压带啊，北半球还是什么球？哎，不对呀，M 点吹东南风，这个是赤道吗？气旋是什么？反气旋又是什么？我是忘记了还是没有学？高中的地理我好像没怎么学过，我们学的是理科。不行，这个是我知识盲区啊，算了。生物，高中生物我是比较喜欢的，因为我每次考试基本上将近满分吧，不是吹牛啊，真的。为了确定某种矿质元素是否植物必需元素，应采用的方法是。第一题肯定是选 D 啊，这说的这么清楚。第二题，关于人体环境及稳态的叙述正确的是：葡萄糖以自由扩散的方式从消化道腔进入内环境，好像不对吧？碳酸氢钠对血浆 pH 没有重要作用。那照这么说的话，所有人都得吃小苏打了。内环境的温度随气温，内环境的温度也不是随气温变化而变化。人体内环境即指体液，也不对。那么就应该选 A 啦。葡萄糖确实是自由扩散的方式啊，也不对啊。我看一下第二题要选什么。碳酸。该不会选 D 吧？我这都是排除法做题了。碳酸和碳酸氢钠对血浆的 pH 相对稳定有重要作用。哦，是吗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以下对根瘤菌的叙述正确的是：根瘤菌在植物根外也能固氮。不行，这个必须依附植物的根。在根瘤菌离开植物根系不能存活。土壤淹水时，根瘤固氮量减少。大豆植株生长所需的氮都来自根瘤菌，不对。那就应该选 C 了。关于病毒的叙述正确的是：烟草花叶病毒可以不依赖宿主细胞而增殖，病毒都是需要宿主细胞的吧？这个不对。流感病毒的核酸位于衣壳外面的囊膜上，不对，这个应该是在内部。
外面的都是蛋白质外壳。肠道病毒可经高温灭菌，可在经高温灭菌的培养基上生长增殖。不可以，它是需要细胞的，没有细胞的话，只是在培养基上生长增殖，应该是不对的。人体免疫缺陷病毒 HIV 可导致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。是的。人体受到某种抗原刺激后会产生记忆细胞，当其受到同种抗原的第二次刺激后，记忆细胞的细胞周期持续时间变短，机体抗体浓度肯定是增加的，机体抗体浓度增加，持续周期变短，那就是选 A。 很不错，你通过了考试。选择已产生的影响，哦，这原来是个游戏任务。我说吧，我的生物成绩还是不错的，及格。任意门，被许诺的未来。先等等吧，下一次再进这个许诺的未来。我觉得做题我们都做累了，这一期视频到这里吧。再见。